在刷手机的时候，我常常会看到一些徒步旅行者正行走在马路上面，他们只带了最基础的装备，风吹日晒。除了佩服他们的勇气之外，我们这些观众不免会产生担忧：怎么样才能够保证徒步旅行的安全呢？其实，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旅行者，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在美国，曾经就有一个徒步旅行爱好者在内华达州沙漠神秘失踪了。这还不是这起失踪案件当中最奇怪的部分。失踪前，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 M 型洞穴。刚走进洞里面的时候，身体就出现了异样的反应。这是什么超自然现象？难道是进入到了地球的异度空间，还是51区的入口呢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起离奇的互联网徒步者失踪事件。2014年的11月10日，这是肯尼为期的最后一次徒步旅行。他告诉家人自己要进行一次短途旅行，很快就会回来。然而，肯尼一去不复返，就这样失踪于内华达州附近的梅阳山脉中。此次的失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，因为肯尼非常喜欢去沙漠徒步旅行，光是内华达州的沙漠已经去了好几次了。他探险过的洞穴数都数不清。按照肯尼的经验是相当丰富了，但是他却不知所踪。而最让人议论纷纷的，就要数肯尼发布在 YouTube 频道上的一个视频。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看。视频当中，他站在一个废弃的矿井旁，提到自己正在拉斯维加斯以北的山区徒步旅行，附近就是内里斯空军基地。从他的介绍路线、环境的神情来看，有一个成语非常的贴切，那就是眉飞色舞。看样子他是真心喜欢徒步旅行啊，探索大自然就是他的快乐源泉。曾经他在某个视频下面评论过自己的经历，他回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个神秘的洞穴，那是他从未见到过的类型，洞口狭窄，里面很黑，外表就像是 M 的形状，所以称之为 M 型洞穴。一般来说，有新发现的洞穴就会立刻进去查看，但是当他进入到这个 M 洞穴的时候，整个身体就开始颤抖，越是靠近洞口，抖得就越厉害。突然之间，肯尼感到了一阵恐惧，他没敢继续深入了解，这是他徒步旅行史上发生过最离奇的事情。然而，这些言论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兴趣，他们鼓励肯尼再去寻找 M 洞穴，并用相机记录下来发布到网上。而此时的肯尼备受鼓舞，表示总有一天会进入到这个洞穴当中，到时候还会带好武器。但是在开头的视频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肯尼说自己徒步了10个小时也没能找到 M 型洞穴。这下网友不乐意了，开始推测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秘洞穴，这可是妥妥的激将法。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在网友的怂恿之下，肯尼决定第3次踏上寻找洞穴之路。此时的评论区有人在警告他不要再去了，如果你找到洞穴入口，千万不要进去，否则你会出不来。看来这是预言家，但是这条评论被一群鼓励的声音所淹没。肯尼急需证明自己，于是义无反顾的他踏上了最后一次徒步旅行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肯尼迟迟没有消息，女朋友报了失踪案。内华达州的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搜索队。11月24日，他们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附近发现了肯尼的手机，但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。这一下网上炸开了锅，肯尼是掉到了地下矿井里面，还是被军队带走了呢？然而，女朋友的一席话又让这起失踪案扑朔迷离。肯尼有自杀的可能，那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47岁的肯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，他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于探索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地区。肯尼经常会出去露营，一走就是好几天。但是在许多沙漠徒步旅行者眼里，肯尼这个人有些鲁莽，因为他不会带 GPS， 不会带指南针，甚至连地图都没有。不过他已经安全徒步了20多年了，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顶，总是独自去没有人敢去的地方，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奇怪的事故。肯尼并不是专业的视频制作者，之所以起 Snakebit Maggie 这个名字，也是因为他经常玩响尾蛇。11月10日这一天，肯尼出发前有邀请别的徒步旅行者一起去，但没有人敢加入到他的行列。调查人员反复看到肯尼之前拍的视频，他身后的矿井是军队用来处理化学物品的地方。据了解，肯尼上次是把车停在了乔海峡谷，然后进去徒步。那附近治安很差，到处都是瘾君子，甚至还是杀手抛尸的首选地点。说实话，真的很危险。而 YouTube 上面的评论没那么友好，他们认为肯尼之前都是在胡说八道，是个骗子。除非他能去拍摄更多的洞穴镜头，才能证明那个神秘洞穴是真实存在的。关于肯尼的命运，网友们分别持有不同的意见。第一种就是不幸遇难了，这是最好的理解了。徒步旅行和洞穴探险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爱好，一个小小的错误可能会给人带来灭顶之灾。肯尼一向是喜欢单枪匹马，他甚至都不带 GPS， 所以在峡谷当中迷路也是有可能的。再者就是遭遇了某种意外，比如被危险分子袭击后抛尸于野外，所以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理论了。
第二种就是阴谋论，有网友认为肯尼活动的区域靠近内里斯空军基地和51区，所以 M 型洞穴可能是某个政府秘密设施的入口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而且在网络上引起了讨论，所以才会被政府暗杀。很关键的一点，肯尼之所以在洞穴附近有异样的感觉，是因为该设施的一种防御机制，防止平民入内。然而，就在网友们对肯尼的失踪争论不休的时候，他的女朋友却站出来回应了。那是在肯尼 YouTube 视频下方，这位名叫 Sharon Pilgrim 的用户自称是肯尼的女朋友。根据他透露的信息，肯尼失踪很有可能是他选择了自杀。这个消息无疑是重磅炸弹。肯尼的女朋友坚持认为他没有发生事故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，远足和露营都是家常便饭了。尤其是内华达州的沙漠，肯尼是再熟悉不过了。而且这条寻找 M 洞穴之路，肯尼已经走过了许多遍了。他的车里总是会准备额外多的水和食物。肯尼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种极端徒步旅行者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他患有抑郁症好多年了，不吃药也不看医生，独自与病魔抗争。在失踪前的1年，他的状态不太好，甚至已经辞掉了工作。他们曾经就以抑郁症的话题讨论过。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自杀，肯尼的回答是：如果自杀，那我肯定会躲到一个没有人找得到我的地方。在调查过程当中，搜救人员只找到了他的手机和车，而手机距离车的位置大约只有4个小时的路程，这与之前的10个小时路程相差甚远。如果说肯尼是为了证明 M 洞穴的存在，那他不可能不带相机。但事实恰好相反，肯尼根本没想过拍摄任何东西，所以相机被好好的留在了家里。所以肯尼的女朋友认为他一定是一心求死，是故意把手机留在那里的，就是想避免手机 GPS 暴露到他的位置。那看到这里，各位觉得肯尼失踪的谜底已经揭开了吗？至今肯尼的尸体仍然下落不明，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猜测，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的拿出来讨论。当然了，也有人认为肯尼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 M 洞穴，发现了隐藏在黑暗当中的秘密，所以无法脱身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愿意相信肯尼在山洞里面迷了路，发生了意外。因为在视频当中，肯尼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，他有自己的梦想，对徒步旅行充满了热情。先不说那位自称是女友的人身份是否是真实，反正自杀的理论真的很难让人接受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有了网友的鼓励，肯尼还很高兴，没想到自己的爱好可以被认同。他接下来可以拍摄自己徒步旅行的经历，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发生了这样的悲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肯尼的遗体还是没能找到。他这么热爱大自然，最终也回归到了大自然里面。可能冥冥之中，这就是肯尼的归宿吧。越是偏僻的地方，越有意想不到的危险会发生。如果有小伙伴喜欢徒步旅行，那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，相关的注意事项一定不能掉以轻心，安全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。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们有过徒步旅行的经历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各位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